炎兄弟。多谢姚明兄信守承诺，守护彩铃。接下来，便交给我吧。萧炎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的目的是逼我现身？敢侵我族长老，还敢炼化妖皇之意，即便你放了他们，也依然是我天妖皇族的必杀之人。今日，本王便用你的性命来告诉所有人：犯我天妖皇族者，杀无赦！好快的速度！可恶，竟敢用我族的古意！强的能量对抗，竟然靠我族的古意跟上本王的速度！妖皇步。虽用了我皇族圣意，拥有极限身法，但在本王面前还是太慢了。身影看似真实，受击后却马上变为虚幻，而攻击瞬间又变为实体，这个道具有点意思。就这点能耐，看来传闻你打败魂殿殿主，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。是吗？被看穿了。在我眼里，你这所谓妖皇步不过如此。该死，这小子！黄泉掌！天，找死！火指！爆！举报组长！空手一行了吧？
抢救你们族长，先过我这关。族长，族长！萧炎，胆敢令本王受这等屈辱！本王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妖皇圣驾！天妖皇本体。可惜，灵魂之力是所有魔兽的克星，你也毫不例外。本王这就送你去死！引怒！看看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给本王破！你输了！是该结束了。气息是好强的血脉压制！的惊险如海浪般席卷，你无法幸免，就是流水。我一生的转点，从未曾有污点，敢出发和终结起点，我看见未来的浮现，如火焰，炙热而耀眼。若破茧，要感谢勇气向前，对自己从未让遗憾遮掩。我纪念每次成长蜕变，为明天加冕。新诗篇，敞开了视线，原来天空那么远。当世界在我眼前蔓延，站在我人生支点，去实现所有愿。
我是绽放的光点，当执着刻在心间，自我对话沉淀，写下我的成长宣言。为明天加冕一页全新诗篇，敞开了世界，原来天空那么远，当时天在我眼前蔓延，站在我闭关完成了，又提升不少实力了。我还以为这次出关能超过你呢。我可是一直很怀念当初实力远强于你的感觉。熟悉你的实力在什么层次？先前那一击可不像是四星斗圣能够施展出来的。那是借助了外力。这是真正的七彩吞天蟒。当年进入黄泉后，我便追寻着一丝细微呼唤，来到底部，在那里意外找到了我族先祖的巢穴。我跟随呼唤之意，唤醒了沉睡的先祖残魂。他们肉身虽然损坏，但灵魂依旧残存。为了救他们离开那永无天日之地，我便让先祖们将残魂附着在我体内。作为报答，我获得了七彩吞天蟒的传承，得以进化为九彩吞天蟒。先前我正是借着先祖们的残魂之力以及血脉压制，方才能击退黄天。你接受这些残魂，不会受他们影响吗？先祖们的灵魂并不完整，他们是受我驱使，并无自己神智，不会害我，而我却不能为先祖们做些什么。没事，以后若有机会，可以尝试去修补他们的灵魂，这些我比较擅长。若早知是九彩吞天蟒，我族就不该插手此事。萧炎，这一次本王认栽了，你我后会有期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黄天，你好歹也是一族之长，想法却那么天真。你不会认为一句认栽，此事能就这样算了？杀了！萧炎，听说你与那太虚古龙族的新龙皇似乎关系不错，你就没想过为何本王要将你从中州引过来？紫妍，快说，紫妍怎么了？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，还真以为古龙一族是那般容易一统吗？本王要是你，现在便立刻赶往虚无空间，否则便等着给那新龙皇收尸吧。杀了你再去也不迟。想跑？
姚明兄，剩下的都交给你了。我们快走。龙王，受死吧！我闭关期间，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。自先前东龙岛一战后，三大龙王身负重伤，本以为此人统一太虚古龙应指日可待，可这次却不知出了什么情况。不好，此言的气息在变弱，我们的方向不在东龙岛，这边。坚持多久？斩杀就足够了。杀我！看你是杀我，还是救你的族人吧！各位长老，护阵！既然来了我北龙岛，那就都留下吧，一个也别想走！化龙魔阵！这是该死！这化龙魔阵可是太虚古龙族的禁术。此阵一出，所有在阵法范围内的人都将被列为血水。他为了力量，竟如此罔顾族人性命。北龙王之禽兽，三道连阵天令！退！你们去救人，我去干扰。还不够，把你的力量都给我吧！主大人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不好，快逃！魏长老，是时候向本王效忠了。
一统龙族定会记各位一功。的臭丫头，龙王心慈手软，本打算让你多活一段时间，待得你龙皇血脉成熟再好好享用。你却自寻死路，闯上我北龙岛，还扬言要统一龙族。也好，本王正嫌祭品不够，若是将你吞噬，我的血脉定能成为太虚古龙族前所未有的至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屠龙剑，这家伙竟也能造出屠龙剑！既然龙皇大人这么喜欢救人，本王必让你救个够！陛下小心！不用管我，快去救人！真是个好龙皇，本王都有些舍不得了。你这个畜生！西南龙王本是你盟友，今连他们也要吞噬，变成这种怪物！那两个废物早已沦为残废，即便痊愈也难成大器，不如为本王所用。答应了会替他们报仇。太虚古龙族绝不会落在你这头只知杀戮、残害族人的禽兽手中。无奈太虚古龙族唯一龙皇，万千魔兽族群唯我独尊，区区骂你，以为我还会在乎？束手就擒！你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敢与本王相争？找死！龙皇陛下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太虚古龙一族是本王的啦！北龙王，你当真是找死！萧炎小友，萧炎。先服下他。王天那家伙还真是废物，居然才拖了这么短时间。丹药也无法疗愈。哼，中了这化龙血气，即便你拥有龙皇体质，也难逃陨落。净莲妖火，竟然连化龙血气都能净化。不需要我来帮忙吗？他还算不上真正的六星斗圣，竟连自己盟友都吞噬，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，敢伤此言，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凭你一人也敢阻拦本王？找死！我便成全你！
躲？金刚琉璃山！你们先去救人，不能让那家伙再继续吸收血气能量。一群跳蚤，先解决了你们。黄泉掌！你的血肉倒是有种奇特香味，比起龙皇血肉还更美味。也好，待本王解决你，再一个个吞掉所有人。胃口太大，小心把自己撑死。黄泉，天怒！万魂朝拜！你引以为傲的灵魂攻击，如今可奈何不了本王。操控灵魂，你与魂族有勾结？勾结？不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罢了。不过是个眼界狭窄的人类，也敢对本王评头论足？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萧炎，何为力量的真谛？子夜，醒醒！龙皇陛下，北龙王为了一个龙皇之位，不惜出卖族人灵魂，魂族这些禽兽为伍。鲜血与灵魂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，而你口中的仁义道德，不过是弱者的遮羞布罢了。刚好你与魂族有仇怨，等本王将你的灵魂献给魂族，而我成为太虚古龙族唯一的龙皇，到那时，整个中州的所有生灵都将为我们俯首称臣。而你们这些碍事的蝼蚁，都该死！北龙王，口口声声说强者为尊，真正的强者，却不是像你这样践踏同胞、背信弃义之辈。所谓的龙皇之位，不过是踩着同胞的尸骨和灵魂堆砌而成的坟墓。你不配太强大，也不配做太虚古龙。
这种禽兽，就该下地狱！人火相融，灭我体！被龙王也准备好受死了吗？这小子的气息！
收服了净莲妖火，实力居然提升了这么多，连变异的北楼王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装神弄鬼的家伙！今天，本王定要一点点碾碎你的筋骨，吸尽你体内所有的力量，要让你心神俱灭，血龙吞天！混账！我这才是古龙一族的至高之术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那这条命本王就收下了。杀戮之气！龙魂珠，北龙王这混账，居然连族人的灵魂都不肯放过！这龙魂珠是本王用万千同族龙魂与鲜血炼就的至宝，等你进来，你也会加入其中和他们一样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万劫不复！小妍，今日定叫你魂飞魄散，好好享用吧。畜生！他们都是你的族人，你却为了追求力量，残忍将他们献祭，连灵魂也囚禁于此。反抗！这是净莲妖火，怎么连灵魂力量都能净化？对自己族人下此毒手，你比魂族还要卑劣！这些被你炼为龙魂珠的太虚古龙族人，
在其中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饱受痛苦。而我答应他们，将这些苦痛送还给你。混账！不要！萧炎小友能净化那龙魂中内血气，也算是解脱了那些被残害的族人。北龙王的畜生还没死，此仇本王一定会报。你还有机会了！黄曲天佑！不要杀我！赢了，你赢了！三大龙岛之神，我不会再插手，以后绝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还有，我把魂族的事都告诉你。练倒是快，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杀了你更省事。北龙王已死，不会再有人禁锢你们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子言，日后不会再有人阻拦太虚古龙族统一了。可北龙岛的族人，十之八九都惨遭北龙王毒手，这统一的代价过于惨重了。子言，看你的身后。如今北龙王陨落，笼罩在你们族中的阴霾已被驱散。相信在你的带领下，统一的太虚古龙族定会恢复往日荣光。我等会全力辅佐龙皇陛下，重振太虚古龙。别丧气，你可是传说中的龙皇体质，给你足够的时间，定能超越历代的龙皇，恢复鼎盛。多谢你，萧炎。接下来，大家去寻找一下北龙岛幸存的族人，将他们带回龙岛，亡者也一并带回葬于龙墓。至于这叛徒，没资格进入龙墓，他的尸体就交给你了，萧炎。
的躯体密度远超常人，而北龙王身经百战，留存无数战斗记忆，当真是完美的杀戮机器。自大的小子，以为朕算不光灵魂便能杀死本王？我太虚神龙，肉体必是灵魂，灵魂必是肉体。小炎，多谢你，帮本王完成这最后一步的淬炼。萧炎，以为震散本王灵魂便能击溃我？你可知太虚古龙，肉体便是灵魂，灵魂便是肉体。多亏你这异火淬炼，本王这身躯变得如此完美。如今你陷入了我的灵魂空间，就永远别想再出去了。死吧，萧炎！什么？北龙王，在我面前施展灵魂藏匿手段，你是太高看自己了。混账！这种哄小孩的把戏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想困住我，你的灵魂力量也得强过我才行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混账！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堂堂北龙王，却要靠灵魂藏匿苟且偷生。我不过是在你的残魂上加了道锁。算计我！哼，彼此彼此。想利用我的异火重生，我便将计就计，摧毁你的灵魂空间。你这缕残魂，就随着躯体化作傀儡的战斗经验吧。不要！很痛苦，回想一下那些被你残杀和折磨的龙族同类吧。少爷，少爷，本王知道错了，少爷，已经迟了。放过我，少爷，都是魂族，我是被魂族蛊惑，我可以将魂族。魂族的事，我自会搜魂追查，不劳你操心。
看来，北龙王已被炼化，不复存在。死去的族人们，请安息吧。我以生命起誓，太虚古龙族分裂的过去将不再上演。往后，我会与大家一起守护龙岛，守护所有族人。哼，废物！成功了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一个屡次失手的废物，竟值得你让本座大费周折地动用本源之火，重组他的躯体？莫非你魂天帝也力不从心了？再不起眼的棋子，对于棋盘来说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一个听话的七星斗圣，可是能替我们省下不少事。唉，你们这些人类，总爱耍些弯弯绕绕的心机。若是本座，直接把那萧炎还有什么天府联盟焚烧干净，岂不痛快？痛快是痛快，别忘了，我们的目标并不单单是那一人一物。哼，随你折腾。但万一让那小子威胁到我们的大计，可别怪本座行事不听指令。魂灭生，这副身躯可还满意？多谢族长与吞炎大人的再造之恩。经过我本源之火的淬炼，这家伙可以说是无坚不摧。药点快到了，提前准备吧。药族，有点意思。魂灭生，既然你已重获躯壳，那就速去替我取一件东西吧。请族长吩咐。找出萧炎，替我带回萧家古玉碎片。不要再让我失望了，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是，属下即刻去办。回来了，炼制成功了吗？还算顺利。可惜，他的实力还未到极限。我准备带着他去虚空雷池修炼一番，看能否有所提升。再等我些时日，待结束后，我们便回联盟。尽管去吧，我等你。虚空雷池久违了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闯荡这虚空雷池，应该不会再那般狼狈了吧？在傀儡中的确算不错的水平，不过比起他生前还差了不少。
跟我来。有着金莲妖火护体，这里的雷霆之力已经无法伤我分毫。看来这异火榜第3的排名果然来得不虚。哼，是黑魔雷。虚空雷池深处的无数道黑魔雷，的确让人翻墙着呐喊。难怪当初芒院长进入此地，都不得不抱头逃窜。亏了要想提升，唯有依靠强悍的雷霆之力。这雷池深处对你而言，可谓是修炼宝地。去吧。效果不错。看来不用担心。好多黑魔雷，正好，继续。经过如此众多黑魔雷的淬炼，北王傀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。按照这种速度，半月内北王便能提升到6星斗圣层次。这里天地能量浓郁，倒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你我都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修炼。你这也能吃？你能用吞噬之力炼化它们？
小家伙从虚无吞炎那获得的吞噬之力，竟然能炼化如此狂暴的黑魔雷，并反哺于我。这可是突破的绝好机会。星斗圣后期，可惜吸入太多，体内已经产生了抗性。北王也已到所能强化的极限了，回去吧。这是9品金丹方才能够引来的丹雷，九玄金雷。9品金丹方才能够引来的丹雷，九玄金雷。九玄金雷在雷天中相当于金莲妖皇，甚至虚无吞炎在异火榜的地位。此雷每一次出现，可谓惊天动地，天地为之颤抖。就算是寻常的斗圣强者，沾染一丝雷味，顷刻之间灰飞烟灭。别胡闹！这九玄金雷虽在沉睡中，但它透露的气息堪比七星斗圣，一旦苏醒，我们都得遭殃。不好！走！别和他们纠缠！若是放在平时，这黑魔雷定造不成威胁；但要是打斗动静惊动了那堪比七星斗圣的九玄金雷，可就……糟了！这家伙苏醒了。
气在汇聚。这9玄金雷是在聚灵。聚灵期间，9玄金雷也将进入极其虚弱的状态。若是能借此收服它，定能成为一道杀手锏。喂，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。若是为了力量一味强取豪夺，我们与魂殿那帮家伙又有何不同？好可怕的反噬之力，怪不得菩提古树无法凝聚灵智。他若也是如此的话，那反噬之力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。那些黑魔雷是在……他的同族在助他聚灵，却被他的毁灭之力击得粉碎。可惜了，为了守护他的同族，方才选择境界。最终，却为了同族性命选择放弃。万物有灵，我们出手帮他一把。你的力量，才是你聚灵的最大阻碍。你若放弃力量，我祝你顺利聚灵。否则，只会在反噬中化为虚无。毁灭之力，小易，小医接纳这9玄金雷之力，竟骤有了提升。这家伙能量终于稳定了。
以后，你便是天地间唯一一道有着灵智的九玄金雷了。走吧。看来大家在紫妍的带领下，恢复得不错。久等了。你又有提升了。五星斗圣后期罢了，在虚空雷池有一番际遇。你一失踪就是2个月，若再不回来，我和彩玲姐就要去虚空雷池找你了。你这龙皇倒是有2把刷子，短短2月不到，龙岛便恢复到这等程度。那是当然。如今太虚古龙一族在你带领下，也步入正轨，我们也该回联盟了。啊，这么快？也是。天府联盟刚打败魂殿，只怕他们卷土重来。你倒的确不能离开太久。那，这是太虚古龙族的结盟手契，你这次回去，替我将它转交给药老前辈吧。太虚古龙刚完成统一，眼下正该休养生息，你们倒也不必急着参与进中州那泥潭里。此事不急。哎呀，你快收下，这可是我们全族的决定。太虚古龙一族向来有恩必报，你2次救古龙一族于危难中，这份恩情每一个族人都不会忘。不管你陷入什么样的麻烦，太虚古龙一族会是你永远的朋友。这丫头长大了。这是长老们说的，我借鉴一下啦。好，帮我向各位长老问声好，待日后有时间必然再来龙岛。那我与彩铃便回去了，你多保重。再会了。老师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彩铃也晋升了。你们聊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段时间，联盟可还平安？自你离开后，迟迟未归，我便遣小医仙和青林去了趟九幽地冥蟒族，打探你的情况，才知晓你后来去了龙岛。你能顺利归来，想必太虚古龙一族的事情应该顺利解决了吧？唉，这次我太虚古龙一族之行，颇为……怎么样？顺利。臭小子，耍我是吧？这是太虚古龙一族的结盟手契。哦，太虚古龙族也打算与我们结盟，有这等强有力的盟友相助，联盟实力又将提升了。这期间，魂殿有动作吗？毫无动静，且他们已将所有分殿撤离得一干二净，令我们更加无从查起。只怕他们在谋划更大的阴谋。如今能做的，也只有继续巩固联盟实力，等待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对了，老师，算算时间，似乎快到要点日子了。1月之后。如今天府联盟作为中州一大势力，也是不得不去了。双亲临终前留下遗愿，将他们2人的名字刻在宗族碑上。刻入宗族碑，有要求吗？唯有在族中有大成就者，方才能够在其上自由留名。所有的耀族之人，都将这视为毕生目标。当年离开后，我便未曾再回去过。此次返回耀族，想要完成双亲的遗愿，想必耀族之中的一些家伙
定会竭力阻拦。老师，此次药祖之行，任你而为，其余的任何事，交给弟子便可。曾经的雏鹰，见长翱翔于9天，反倒将我避火。唉，你这执拗的小家伙！晨儿，炼药之道讲究的是心境，心若急，火便燥。静下来，用心引导你手中的火焰与药材融合。宗族位置上不留无用之人，药尘，你还是太弱了。爹，娘，孩儿药尘在此立誓，尽快完成二老心愿。万贵长老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好一个药尘，你一个血脉稀薄的废物，竟敢污蔑我嫡系子弟！即日起，将药尘逐出药府，从此不得踏入药府半步。老师，没事。好浓郁的天地能量。此地名为神农山脉，是药祖当年一位老祖耗费100年之力，方才培育得如此肥沃。在此居住，无论是炼药还是实力提升，都比其他任何地方快上不少。这药族倒是占了个好地方，难怪能培养出最顶尖的炼药师。是啊。这些人是药农，他们世代为药族嫡系打理这片药田。客人们到了。如此浩大阵仗，都是来参加药典的吗？药典是药族最为隆重的盛会，此间药族会开放大片区域供高阶炼药师修行。不少炼药师对此地甚至向往，所以这也是药族最为热闹的时候。不枉老夫连夜赶路，总算是赶上了。哎呀，这才是真正的炼药师盛会。那中州的丹会在药典面前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是啊，光是能收到邀请的，起码都是6品炼药师水准以上，更别提药族中那些天才了。若是能在药典上结交1、2个炼药师，未来宗门的发展可就稳了。是老花眼了吗？小宗们去那边，这个通道可不是给你们走的。我这头一回参加药典，没仔细看。哼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！你说什么？要是排队再乱动一步，就别想进药族大门。你忍忍吧，能进去观摩药典，已是天大的机缘了。
多谢小兄弟。明明都是受邀前来的客人，却被划分为3、6、9等。药族嫡系的行事风格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。来整何人？小子们靠边走！家师天府联盟盟主药尘，受邀前来参加药典。啊！天府联盟盟主药尘啊，那此人岂不是打败魂殿殿主的萧炎？没想到被药族驱逐的药尘，竟白手起家，成为一大联盟领袖，还收了一位实力如此强横之人为徒，不简单呐！怎么？二位，里面请。药尘，我道先前是谁在门口造次？原来是你二人。药万归，药尘，老夫倒是有些诧异，你这被族中驱逐之人，竟然还真有脸回来。药尘不是那个被我族驱逐出门的无用之辈吗？就是。一把老骨头了，也不好生安静的待着，偏要来我药族自取其辱。是啊，长老，以您的身份跟这一气人，有何好说呀？老师，一切的事都交给我，您老人家只管去那宗族碑上留下二老名字便可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弃人是没资格在宗族碑上留字的。药尘，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万龟长老说的对，能够让你来参加药典，已是我族最大的恩惠。药尘，你莫要得寸进尺，不识好歹。宗族碑上也是你这弃人够资格留字的。万龟长老，要不您老人家直接去长老院，让他们将这二人驱逐出去，免得污染了您老人家的眼。说够了吧？你若识相，萧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里可是我药族。药族，那又怎样？好一个猖獗的小王八蛋！好快的速度！萧炎，不要以为你背后有着那所谓的天府联盟，你是够资格跟我药族叫板。老夫在大陆横行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。铁卫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药族领地不得放肆，抓住他！老夫今日倒是要看看，
凭什么在我耀族撒野？当年我便说过，你这条命是我的。五星斗圣，这怎么可能？啊！实力竟如此强悍，天府萧炎名不虚传。万龟长老怎么回事？各位长老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萧炎猖狂，竟然在我药族之内伤我族人，速速将其拿下！萧炎，萧族的那个萧炎。萧炎，你萧族当年与我药族关系也算上佳，今日这番作为，未免太过分了一些。敬人者，人敬之；辱人者，人辱之。萧万龟，有时候话可不能乱说。万龟长老，萧炎，你还想怎样？给家师赔罪！一个弃人也配让我道歉？萧炎，此事或许万龟长老有错，不过你也伤了我们那么多人，这口气也该出了。你们药族还真是舐犊情深呢！你们若不愿意让他道歉，那我就打到你认错为止。萧炎，休要逞凶！别有火！萧炎，这里可是药族。是万火长老，哼！小混账，老夫怕你不成？老夫杀了你！万鬼住手！枯荣掌！银佛指！萧炎，住手！万龟长老败了，连6星斗圣的万火长老都没压制住他。给老师道歉！萧炎，这里可是药族。这位长老，此番前来药族，并不想惹事。不过，若是有人欺负到我师徒2人头上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万火长老，
这小言竟敢在我族内击杀我族人，速速将其拿下！老夫自有分寸。萧炎，你们来我药族，总不该仅仅是为了来找药万亏麻烦吧？再说最后一次，给老师道歉！萧炎，今日是我药族大日子，看在我药族面上放他一马如何？既然万火长老亲自出面，若是再执意的话，倒是显得我们气量小了。万火长老，此番我师徒代表整个天府联盟受邀来参加药典，家师是联盟盟主，并非其他任何身份，还望那些自认为身份高人一等的长老，好生收敛心态。我天府联盟虽创建不久，但也是不得他人指手画脚。那是自然。万鬼长老脾气鲁莽，冲撞二位，之后老夫会带族长好生训斥他。至于这些人，待客不尊，贬出药山10年。几位，带走。药盟主萧炎小友，还望这番处罚能抵消我族鲁莽待客之处。万火长老公正之心，萧炎钦佩。时候不早了，若是二位打算观摩药典，便请随老夫前往山顶吧。此行回族还有多些地方想去看看，不必劳烦了。我听老师安排。那便依你们。不过听说萧炎小友曾经取得丹会冠军，想必在炼药术上造诣也是极高。若能在这药典上脱颖而出，说不定能得第1炼药师的殊荣。第一不敢当，不过若是能用家师所授的炼药术与各位切磋一番，倒是求之不得。那便期待萧炎小友在药典上的表现。毕竟获胜者可向我族提出一个请求。